赛车冠军去考科目2，献丑了。第一次试驾，他把教练的发动机给烧了。第二次教练换了新车，他又上门赔礼道歉。发动机1万块钱一个，你给我2万，什么意思？1万是发动机的钱，另1万是新车发动机的钱。他是货真价实的冠军车手张弛。5年前，张弛扔下了一句话，然后飞驰冲向了终点。我没有想赢，我只是不想输。他赢了，留下了巴音布鲁克的传说。可谁能想到5年后，那个昔日的冠军车手却成了一个落魄的驾校教练，而且遇上的都是些高手学员。第一天练半坡起步，挂个手刹，直接送车去见太太。第二天练倒车入库，车倒到沟里就算了。倒，还倒啊！让他拉着手刹，却拉了座椅调节，整个人从司机位上凭空消失。果然，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这次飞驰人生2，除了有沈腾、尹正等原班人马回归，我也再多安排几节课，趁还有人认识我这张脸。还有21年喜剧人魏翔、19年喜剧人贾冰等老熟人的参演。看到这个阵容，我已经开始忍不住要笑了。我第一时间看了，韩腾亮非常安心。大家都说沈腾是长在笑点上的男人，因为好笑而忽略他的演技。其实沈腾的喜剧表演不是大开大合式的逗趣扮丑，相反，他呈现的笑点都是非常生活化的，因为只有真实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。在《飞驰人生2》里，张弛从一个5连冠赛车手沦为新人陪练。他多年没练赛车，发现自己竟然连新人都比不过。他夸赞徒弟有天分，嘴角扬起来，眼睛却不自觉地浮现出泪光。为了掩饰失忆，他低下头假装去捡球，找借口说自己不在乎。我又不是常开车去，说快点慢点无所谓，力量。终于，他无法承受的离去，而他的瘸腿也暗示了他身上发生的悲剧。这段很简单的戏，并没有大开大合的情绪，沈腾却演得很动人，他让这部喜剧变得好哭了。当年他开车掉下悬崖，全身重伤，右手桡骨粉碎性骨折，如今连一个瓶盖都拧不开。为了多赚点钱，他拖着个瘸腿没日没夜的去驾校当陪练。再加点钱，扛呗就。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冠军变成落魄教练，只能向生活低头，对赞助商唯唯诺诺，就连帮忙开车门的动作都熟练得让人心疼。面对朋友的背叛及外人的恶意，他也全盘接收。即使努力了，结果还是残酷的让人无法接受，但他还是想开赛车。我没有想赢，我只是不想输。张弛只要还想开赛车，就会坚持下去。奔赴热爱本身就是一种浪漫，对于要为了生计奔波的中年人来说，拥有重新追梦的勇气更加可贵。《飞驰人生2》除了一众喜剧人的加盟，在视觉上也下了不少功夫和制作成本。从镜头中就能感受到导演对赛车的热爱以及对美的极致要求。导演韩寒为了给观众最真实的赛车体验，在拍摄中采用了大量专业赛车的实拍，所以观众在电影中看到的赛车撞击和翻滚都是绝对真实的。例如这场碰撞测试的戏，为了呈现更好的画面，剧组现场只有2台改装车，2台车都采用赛车级别改装，用赛用的发动机和避震部件，机会只有一次，说撞就撞，有必要吗？有的，因为那些部件是会在高速机升格下被看见的，并且在大荧幕下一览无遗。可想而知，在 IMAX 大荧幕上的效果一定更燃更炸。笑中带泪的热血剧情搭配超燃的精彩赛车戏，导演韩寒也用电影《飞驰人生2》告诉观众：无飞驰，不人生。